大家好，梅大师大马。今天我们在上海外滩边上，其实我们是跑出来做街拍的，直播，有点累，就坐在这儿喝一杯。你看到的现在是本集节目最令人欢乐的时刻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悲伤的话题。悲伤的话题，起因是，其实我上个礼拜五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天之内得知2个朋友生癌，而且都是中年人，就跟你年龄差不多的，一个比我大2岁，76年的 ，OK， 今年就虚岁50岁 ，OK，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认识非常好的朋友，老婆40岁，而且是癌王，差到了40岁，那就跟我差不多，比我还要年轻一点。85年的，那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是上班族、高管还是怎么样？不是的，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干的活差不多，认识？对，差不多这种活，也是自由职业者。因为我其实是大概2-3个月前，我见过他一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很瘦，就说怎么这么瘦？结果他说他在减肥，那个8+16。我知道，我也用。我想这个8+16挺有效，比我打减肥针有效，因为我在打减肥针。好，那个时候我就没当回事儿。结果上个礼拜我跟另外一位朋友在吃饭的时候，人家问到我，他说你知道那个某某某情况怎么样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他是好像生病了。我说是吧？我说什么病？人家说他没跟你说嘛，我就不说了，反正蛮严重的。那我听进去了，当然我也没法直接问人家，因为人家没跟我说嘛。我后来就问了另外一个朋友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跟礼拜3跟人家吃饭的，礼拜5我认识另外一个朋友，那个朋友也认识他，他们就更 close 一点。我说那某某情况怎么样？人家一开始也不肯跟我说，他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我听说了，人家说他很严重，结肠癌，就一查出来很严重。对，结肠癌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这个还是要像我们中年人要去做体检，定期做体检。比如说结肠癌，你这个肠镜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肠镜？我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这个我是从东美的，要去做定期的体检。如果你国内有医保，当然我不知道你在马来西亚你这个商业保险是怎么样情况，可能马来西亚条件更好一点，要去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好像在国内特别多，而且我今年已经碰到过好几起，还有一起是我以前在我视频里讲到过的。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过年，当时我有个学生，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也就比我可能就小个几岁，也是40左右。她给我拜年，说这个梅老师给你拜年，我就问她情况怎么样，因为她嫁了一个美国老公，这个白人美国人在上海工作的，她说她身体做妈妈了，她说恭喜你。结果3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姑娘没头没尾发了一条信息给我，我把这个信息找出来读给你听，真的听了眼泪死。这个就你看了这个信息，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儿？你看这样写的，梅老师，感恩曾经我们遇见，年少向您学习，成年后相互沟通，但在这个时刻，在我争取生命时间的同时，我想谢谢一些帮助我并且深深影响过的人，谢谢。我一看，我说你什么情况？然后你看吧，我诊断出恶性肿瘤。这是3月21号的时候，过年时候跟我说，刚刚养了小孩，3月21号，恶性肿瘤查出来，小朋友刚刚满月。你是觉得这种情况在你身边越来越多了？今年这几个月，你看我周围已经3起，而且如果有人跟你说，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朋友谁生癌了，这个好像很远的。但是如果我跟你认识，我跟你吃过饭，我跟你平时在手机上有交流，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他得了绝症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就 close 的人，我身边还没有这种感受，但是我预感会变得越来越多，因为梅大师还比我年长几岁没。而且现在听到的很多新闻都说70后、80后的即时死亡率是比想象的会高一点，所以我会把它当成一件事的。就是梅大师，你没有大概分析过，你觉得有能找出原因吗？虽然说癌症这个事情很难说有原因，对，肯定是因为多种因素，什么空气、这个呀，包括吃东西痕迹很厚，这个肯定是有的。包括人体本身的这种长期的亚健康，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，这些肯定是有的。但是我在这里，我不是想要做这种什么阴谋论什么，是我就是他们告诉我，
OK，生癌的人告诉自己的分析，他们自己的分析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他们怎么说他们认为是疫情以后导致的。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对我不能说一定是跟这个有关，是他们告诉我是跟这个有关，但是至少他们是声称这样的。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他太太生癌，那天他跟我聊天，我们因为当时本来是有几个朋友在一起，他没说，最后等到人家都走了，他送我到地铁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，因为他认识他20年了，他说他认为是疫苗的关系，而且他说他因为太太是这个情况，他周围不只是一个人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。不是说肠胃镜，我去年为什么去做肠胃镜？这个 story 也蛮有趣的，是因为我有一位我的同行，一位女性，她年纪比我再大个大概几岁，她是前年年底查出来肠癌3期以后，她运气比较好，她继续治疗，住院住了大概1个多月就开掉了。反正按她说法，她已经恢复了。OK， 但是她的闺蜜就跟她一样的，但她的闺蜜就去世了。她在去年年初的时候，当时她已经出院了，就招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。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，说你们有做过肠胃镜吗 OK， 我说我没做过。另外也有几个朋友说没做过，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做。他说因为我检查出来不行，所以你们早点去做。所以我当时去 take 他的 advice， 那我去做了。上半年我还特别拍了一个视频到新华医院去做。前2天，结果我就跟他在聊这件事情，我也给你看一看他是怎么跟我说的。因为我也在跟他聊起，我说我一个朋友他的太太，我说我朋友认为是疫苗，他说这个叫抗肺癌免疫基因发生突变。他说他认为他的说法是科学验证的，就是因为疫情后面所导致的，所以这也是他的说法。和什么再结合说，我去年回来，有一位观众请我吃饭，这位观众他小朋友，他是到加拿大，他小朋友2个小朋友。也是跟你一样，疫情以后跑加拿大去，2个小朋友以后到加拿大半年，他女儿查出来白血病，他认为是疫苗所造成的，这也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说的都是转述别人的说法。对，因为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，你肯定不只是一个人，你肯定周围也有这样的人，所以是这些人总结出来的。而且我想，我们既没这个能力，也没这个意愿说去为这个事情追根溯源，那阴谋论也好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，最终落脚点还是落实到自己。对，一个是感受肯定让人很难受，毕竟这还比较年轻，以前好像只有在我们父母辈年长的人才会听说谁来了，五花八门的，那他要经过一段的时间。现在自己是不是说我们已经踏入这个年龄圈了啊？我不知道，但你知道更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以后，其实本身是很shock一个新的一个年龄阶段。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去做，或者至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。李老师刚刚已经讲了，你定期检查，当然你如果一直生活在，比如说你在国内，你没办法，你逃不掉。你说我不喝外面的水，我不到饭店里去吃饭，是这也不可能。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离开的原因。那你说我家里装个净化器，空气好净化了，那我们出门吗？这个你没办法。是的，你再大的领导，你也得出门。对，这个事情没办法。就比如说，这个倒不是我说什么，就是你回到这里看到今天空气指数常年是黄色，就这样的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说你，比如说真的是让人很绝望的。你喝的水，你可以买进口的海淘，空气你怎么海淘？对，怎么办？很多人还是不以为意的。我觉得这个很难。我们为了这期节目找到一个什么落脚点，我们基本上得出什么科学的结论，我们也不想劝别人怎么样。在这里我还是重申一点，我不想阴谋论啊，我并不想说这个是疫苗所造成，就是我们没有意愿来跟大家吵任何事情，没有这个意愿。对，因为这也是人家这样说，我并不一定这样认同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可能是我主观的，因为这种或者叫幸存者偏差，我看到了周围有这些癌症正好发生在我周围，可能是这样的。还有几件事情可以做，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体检，包括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工作了，我确实忽略了这个事情。因为在中国这公司只要没有买太好的那这种表里的体检，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，我自己会定期的验个血。对，那门大师讲的这些有针对性
比较深入的，比方说你肠胃镜，一般体检是不会做的。对，因为普通体检不会做。我觉得这种是梅大师已经给了这个建议，可以这个 advice。第二点，我觉得任何人就趁着年轻，还是要把自己的保险买好。我觉得我们最少的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没有任何指甲赚到大家的钱。对。你梅大师应该买的，我买到，我也是的，但我不是前几年就才开始买的，不算很早，我很早就应该是要比较早，那因为那时候确实比较便宜，对，你也有正确的一个理财，那我后面就一直是这样做的。到了马来西亚以后，我把中国的保险退掉，我又买了马来西亚的保险，重新买一份。当然40岁以后了，我觉得再晚可能我也买不了，对，很多情况他不会再给你买，而且你的费用已经会高得吓人了。这保险只能是你生了重疾以后给你点钱。它不能防止你生重疾，只是你力所能及还可以做的一些事情，是吧？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，相对还可以经济支柱不会断，家庭还可以维持下去，所以我还是要买。到了那边以后，我觉得这个负担2个人1年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到我们蛮重的一块会看给保险，但我觉得还是必须，因为你这个生活必须托底，先把它托住，再谈其他事情，事业家人付出赚钱也好，所以每年这笔钱还是要把它给先看得出来，这是我们也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。再有嘛，梅大师讲的，那相对细枝末节，但是我觉得能做会比不做好。水，你平时吃的东西，但有些人真的是不以为意的，我知道，因为很多人知道你生活已经好了，已经是和了，是吧？或者说真的是离我太远。这个说回来，我就不是一个好榜样，因为天天吃外卖，又两头不是我吃外卖，回到国内我也不烧菜，我吃外卖那外卖嘛肯定没有自己做的好，这个外卖质量肯定是越来越低，因为你也知道国内外卖现在越来越卷，外卖越来越便宜。那越来越便宜，那你说一份价钱一份货，那也没办法，是劣币驱逐良币，对，现在就是这样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买的菜就好很多，也不是的，你所有的菜都是科技很薄弱的。没错，有时候很有趣。你比方说，我不知道美国的水果怎么样，因为加州产很多水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回来，就是上海的西瓜真甜。但是水果就真好，这跟马来西亚吃到的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一方面，比方说以西瓜来说，上海确实好几十年前就培育过这个种，但我又得到另外一个启发是什么？也包括说，甚至于像咸鸭蛋，我老婆爱吃，包装很漂亮，卡通的也那种那种设计的很精美，一粒一粒包装。我突然有个感受，就很多食品，很多你吃的东西，它完全是可以跟工业一样来生产，达到你所要求的美观和口味，所以完全可以。上海的面包比较好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不吃这种的。上海的面包比较好吃，又软，又各种。它是日式的那种。你知道面包好吃意味着什么？糖油添加重糖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添加。首先做成日式的。你说欧洲的面包，德国面包干巴巴的，不好吃健康，包括粗粮不好吃健康，那就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老婆发现她回来，她就觉得说这里面都是咸鸭蛋真的很好，但我相信是，比方说高邮或者我看甚至有些东北的，他们确实做的比较各个流油。但是我不好的一个想法，因为为什么最近不是中美贸易战，我就关注了很多中国的制造，很多人说中国设计能力强，我觉得可能是制造强。那么制造里面，你说这造出什么非常高精尖的特斯拉或者是量子计算机也没有。那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，会不会有这种我们吃的东西，就跟看到的工业一样，就是它生产的标准化提高，当然营销的套路也在叠加上去，有可能的。对我这样去，比如说各个甜，各个好看，这样。比如说你打开拼多多，你去看查蟹黄酱，人民币30多块钱一罐，它声称30%蟹黄，70%蟹肉，人民币30多块钱这样一罐，那个蟹黄面这样一罐，估计3碗蟹黄面可以用了。平均10块钱一碗蟹黄面的蟹黄，那么你这个蟹黄面卖88到168，这你说蟹黄面的蟹黄，那如果这个是30多块钱这么一罐，那会是什么蟹黄？对，这还是在套路上，因为你比方说老刘是搞这个的，大师也在做咨询，我也开电商，但你看很多人选品，他已经会发现了，总能够找出一个大家又喜欢又是高利润，整个 TAM 又很大的一个产品。但还有一点，确实这个方面食品科技发展的实在太好。我老婆最近买了一个叫绵阳米粉，她是回到中国特别想吃，上面什么三国传下来的风味，正面很简洁，白的就4个字绵阳米粉。反过来我说，你看你反过来这么大的一包，写满了，从头写到尾，各种各样的调料，这个真的是。这还是在写的情况下，是吧？总体而言，算了不说了，大家当心一点，各自保重。还有，我们来比较一下地域差异。比方说，在美国，像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人，他们身边会有这种感受，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补充一下。在马来西亚这个年龄40-50岁啊，你会不会感觉身边已经变得这样比较多的情况，或者产生这种
氛围，你有这种担心会不会？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同地域的一个比较。当然，老美其实也不健康，老美你看胖的不得了，吃的也是高那个糖，对甜甜圈什么东西。这个我觉得油脂本身其实还行，它导向的糖尿病或者脂肪这些，有可能还有医治的办法。真的是跟大家请教，给大家的高见，看看大家你是怎么健康生活的，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中年人的新烦恼。